男孩狠狠抓着小刀，下一秒居然朝着肚皮使劲地划开，那鲜血滴进海里，而他口中还念着咒语。紧接着，一条巨大的蝎子尾从海里冒出，可它没有伤害男孩，只是把尾巴盖在男孩身上。原来在几天前，这个男人从水里爬出，却不知身后升起一根巨大的毒针，哭哧一下戳进了后脑勺，然后一把将他拖进海里。这一幕正好被男孩的哥哥亲眼目睹，他急忙上去想告诉众人水里有怪物，却正好赶上工头在发飙，工头当头一棍，哥哥瞬间昏死过去。听到动静的弟弟急忙跑了过来，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哥哥，他非常愤怒，可他不敢乱动，因为这群人非常歹毒，在他们眼里，小山几人只是奴隶而已。当哥哥醒后，他交给小山一把匕首，希望他可以逃出这里，摆脱这群人犯。说完就倒了下去，当场饮恨西北。看着唯一的亲人离世，小山的眼里充满了仇恨，发誓一定要为哥哥报仇。于是他用自己的血将怪物引出，然后虚弱的躺在竹筏上，和怪物达成一个可怕的协议。晚上，坏人正要处理哥哥的尸体，这一幕刚好被一艘路过的游艇看到，见男人行迹可疑，女人决定偷偷过去一探究竟。没想到刚进去就被发现了，工头把他逼到墙角，想干些坏事儿。旁边那小弟也没闲着，朝小山靠了过去，但小山可不惯他的脾气，直接哭哧就是一个大炮子。小弟被激怒，一把给他扔了出去，却没想到起身后的小山一声怒吼，直接招来更大的危机。那地板啪啪破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。慌乱中，寸头一脚踩空掉了下去。众人定睛一看，我的天哪！一只强大的怪物咬住寸头，他两眼睁大，口吐鲜血。等同伴把他拉起来时，我的天哪！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见了。吓得同伴手一滑，男人彻底掉了下去。众人围过来查看，怪物已经消失了。可不等几人松口气，众人慌忙闪避，只见那带毒的蝎尾伸出，朝着男人而去。他躲着蝎尾的攻击，却没注意身后小美偷偷将滚轮转了位置。就在这时，蝎尾展开尾翼，一口强酸正中男人面门。后退时，他正好撞到滚轮的尖刺上，当场饮恨西北。为了对付怪兽，老板娘捡起一旁的斧头，可他刚拿到斧头，突然女人惊恐地看到了什么。这个男人正在屙屎，突然茅房开始剧烈摇晃，他以为是谁在恶作剧，提起裤子就出去查看，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于是他重新回到茅房继续屙。很快，那甜美的香味引出海底的一只怪物，向他缓缓靠近。当男人还沉浸在舒畅的感觉中时，那尾巴急冲而上。另一边，男孩和人贩子起了冲突。就在他要被打死时，老板娘发现不对，拉开衣服一看，我去，她居然是个女孩。小山当场变小美。由于这群人只卖男孩不卖女孩，因此老板娘决定放过他。可寸头却不肯罢休，还冲小美嘟嘴巴，这瞬间激怒小美。随着她一声怒吼，整个水屋开始剧烈颤抖，那地板啪啪破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。慌乱中，寸头一脚踩空掉了下去。众人定睛一看，我的天哪！一只强大的怪物咬住寸头，他两眼睁大，口吐鲜血。等同伴把他拉起来时，我的天哪！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见了。吓得同伴手一滑，男人彻底掉了下去。众人围过来查看，怪物已经消失了。可不等几人松口气，众人慌忙闪避，只见那带毒的蝎尾伸出，朝着男人而去。他躲着蝎尾的攻击，却没注意身后小美偷偷将滚轮转了位置。就在这时，蝎尾展开尾翼，一口强酸正中男人面门。后退时，他正好撞到滚轮的尖刺上，当场饮恨西北。为了对付怪兽，老板娘捡起一旁的斧头，可他刚拿到斧头，突然女人惊恐地看到了什么。我的天哪！一只10米长的蝎子就爬了上来，不仅外壳坚硬，还有2只巨大的钳子。可面对如此恐怖的巨兽，男人竟丝毫不慌，脱掉那9块9包邮的衣服，解开那乌黑的秀发，抡起斧头就要跟蝎子决一死战。只见他怒吼一声，直接就冲了上去，锋利的巨斧呼哧一下就砍进了怪物的天灵盖。可与此同时，他也被2个大钳子钳住，摁在地上疯狂摩擦。接着，怪物挥动尾刺，直接插进脑门，当场送男人去了西北。但头部受到重创的蝎子随即也倒在地上，没了力气。就在这时，女人的同伴赶来，2人趁巨蝎重伤昏迷，将女人和小美救了出来。可突然，受伤的怪物居然再次醒来，叫嚣着要把几人吃掉。关键时刻，男人偷偷绕到身后，迅速在周围泼满了汽油，接着扔出打火机。一瞬间，燃烧的大火迅速将怪物包围。可受惊的怪物竟一把将老头刺穿，接着将尸体高高举起，一把甩飞出去。眼看火海
来也伤不到他。男人拿起镰刀，狠狠扎进怪物的眼睛，不料却被蝎尾划伤。见怪物已经伤及2名无辜，小美拿出匕首，一个飞扑跃上怪物的头顶，从怪物的伤口怼进去，在他的脑子里疯狂搅弄。终于，怪物挣扎2下后倒在地上，彻底失去了生命。可与此同时，男人也因蝎毒发作，当场饮恨西北。而女人刚从悲伤中缓过神，就发现小美躺上竹筏，已经随着海流飘向远方。3个月后，女人在一处偏远村落找到了小美的踪迹，可她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。只见小美掀开衣服，那肚子里居然满是蝎子幼崽。原来小美的哥哥被人贩子杀害，于是她请求巨蟹帮她复仇，而代价就是替巨蟹孕育后代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正在做美梦，一头母蜘蛛爬进了他的裤裆，突然蜘蛛对着他的大腿。男人瞬间被咬醒，我的天哪！没想到这蜘蛛剧毒无比，他当场饮恨西北。死后，男人的尸体被打包运送回国，而那只蜘蛛也在棺材里。等再次被打开时，男人已经成了一具干尸。这时，蜘蛛悄悄爬了出去，被那乌鸦叼走了。可没多远，乌鸦一个猛子栽下去，瞬间就领了盒饭。而蜘蛛爬着爬着，给自己找了个完美的家，一间无人问津的仓库，并且在这里邂逅了爱情，当场就开始结婚造娃。一场可怕的灾难也即将在小镇上酝酿。3921个小时后，9999.5只小蜘蛛就破壳而出。那母蜘蛛不仅毒，还很能生。无数的小蜘蛛爬到了外面，其中一只盯上了猫咪，兴奋地跑过去要大吃一顿。猫咪却被女人抱走，但蜘蛛不死心，趁女人关灯时一下就套到了手上。第二天，人们发现了女人的尸体，以为她是心脏病发作，没做任何尸检就下葬了。可谁知很快就发生了另一起事件，一个老头刚要睡觉，蜘蛛爬进了鞋子。等老头起床去屙屎时，他前脚刚进去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但或许是鞋子的味道影响了蜘蛛的毒性。老头看起来没事儿，但紧接着他就开始浑身疼痛。妻子见状赶紧呼叫救护车，可等来的却是弗伯勒。而此时的老头早已饮恨西北了，而这一次弗伯勒也终于意识到了异常。蜘蛛爬进了帽子里，运动员刚戴到头上就被哭哧咬了一口，接着便倒在了地上。怎么事儿？众人丈二的脚趾摸不到头脑，医生跑过去还想救人，上手一摸却没了呼吸。直到血液检查的结果出来，才发现男人的体内有一种不明的毒素。随后法医检查了所有尸体，发现他们不是脚趾就是耳朵，身上总有一个伤口，明显是被什么虫子给咬了。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虫子就是蜘蛛。与此同时，蜘蛛已经入侵了小镇所有的房子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胆大的还爬进了爆米花。而妻子毫不知情，抓起一把就送进了嘴里。结果不出意外，夫妻双双领了盒饭。这一桩桩诡异的事件终于引起了生物学家的注意。男人解剖了蜘蛛，发现它体内有3个蓝色的毒囊，并且只占了1毫克。那小白鼠就当场饮恨西北。这一把子众人全都吓懵了，因为此时镇上的蜘蛛已经多达99999.66只。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小镇了，整个米国都会毁灭。好在这些混血蜘蛛有个缺陷，没有生育功能，只需要找到最初的那只母蜘蛛并进行销毁，就可以阻止蜘蛛继续繁衍。于是，一场灭蛛行动就此展开。男人找到了蜘蛛的老巢——医生家的仓库，只见这里布满了蛛网，到处都裹着老鼠的尸体。男人独自过来，本想提前打击罪犯，可下一秒，一头巨大的母猪袭来。这可真是唐僧入了盘丝洞，吃的你连渣都不剩。另一边，医生的家里也被密麻麻的蜘蛛入侵了，几人躲进了浴室，蜘蛛却从门缝里钻了进来。幸好家人及时从窗口逃了出去，可医生却不小心从2楼摔进了地下室。抬眼看时，居然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卵巢和一只比拳头还大的蜘蛛，吓得他急忙拿上粪铲防身，可蜘蛛竟偷偷爬上了铲子。幸好男人连猪带铲扔上了电箱，蜘蛛当场就成了烧烤。接着他找到一支打火机和一些酒精，把酒精泼上卵巢，试图把它烧掉。突然，一头巨大的母猪出现，吓得他魂都快没了。危急关头，男人用灭火器一通乱烧，把蜘蛛点燃了。就在他松了一口气时，卵巢里的幼猪开始破壳，母猪居然也没死透。眼见他又要扑来，男人摸到气钉，哭哧一钉钉出，把母猪钉到了卵巢上。就这样一箭双雕，母猪和卵巢一起被烧成了灰烬。之后的几天，人们用百草枯灭光了小镇所有的蜘蛛，一场蜘蛛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。话说回来，大家都害怕蜘蛛吗？你最怕什么动物呢？男人第一次跟女人回家，就听到女人在浴室惨叫，法克赶紧来到浴室，发现女人在召唤。
法克缓缓靠近女人，就在女人期待着法克下一步动作时，一把小刀捅进了她的肚子。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，法克又连捅数刀。等看着女人彻底没气后，法克淡定地洗净身上的脏物，原来在帅气的外表下竟是个没有感情的变态杀人狂。接着法克拿出手机叫来网约车，说出了一个偏僻的地址，可行驶路上司机的话实在太多，这让法克又动了杀心。到达地方后，法克没有浪费时间，直接搂住司机的人头，将他残忍做掉。法克来到驾驶室，摇身一变网约车司机，很快他迎来第一波生意。3个美女一上车便对法克动手动脚，在美女热情邀请下，男人不情不愿地和美女们回家通宵聊人生。法克万万没想到，第一次当网约车司机就遇到如此热情的客人，本想带着性子和美女们聊聊人生，哪知美女们竟想和他鸳鸯浴。法克一个不乐意，抓住2人的头，咔嚓2下就送2人归西了。毒瘤喝的不省人事，没有骚扰他的黑妹一命。紧接着法克遇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大美，只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大美身后还跟着个男友。从2人的交谈间，法克知道了他们是2夫妻。看2人安分乘车，法克没准备杀害他们，哪知大美丈夫突然开始大声辱骂大美。因为不满大美丈夫图提前下了车，法克决定好好送大美回家。半路上，大美敏锐地发现打车软件上的头像跟法克完全不一样，大美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连忙找了个理由要下车。法克看出了大美的慌张，下车就想稳住大美，这样大美更加确信法克有鬼。大美拔腿就跑，却还是轻易被法克追上。法克将大美3两下打晕，塞进车里。如今大美知道了他的身份，即便大美再与众不同，法克也不能再留他了。就在法克准备将大美带回家了结时，大美被颠簸的车子震醒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用外套勒住法克的脖子。在法克挣扎间，法克撞上前面的废弃车辆，车子里瞬间弥漫着汽油味，千钧一发，大美凭靠惊人的毅力爬了出来。不久后成功的救了大美，被警察叫去警局辨认法克的尸体。看着被爆炸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大美却并不认为那是法克的尸体，她认为尸体应该是原车主司机的。果不其然，故事的最后，几个毫不知情的乘客上一辆网约车，而司机正是法克。一支弓箭突然射穿女人的脖子，姐弟2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。父亲拿起斧头就要给妻子报仇，不料最后却被土匪乱刀砍死。趁此情景，弟弟立刻冲出去搬救兵，不料下一秒，匪老大就一支弓箭把他射倒。看着一家人接连在眼前死去，女孩伤心欲绝，等待着土匪解决自己。她上前就开始检查女孩的牙齿和头发，看着这完美无瑕的脸蛋，匪老大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，他想把女孩抓走当自己的女儿。来到这里后，女孩发现还有一个小妹妹被困在了这里。次日天还没亮，妹妹就拿着刀子来到了女孩身边。女孩本以为她是要解决自己，可没想到女孩却割断了她的绳子。直到这时，女孩才知道她也是土匪抢来的。可不料就在这时，女孩却踩到了地上的树枝。土匪们听到动静，立刻对姐妹2人展开追逐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只好顺着太阳的方向缓缓前行。可不料没多久，光头土匪就发现了他们，姐妹2人立刻藏了起来，然后丢出了一块破布吸引光头，接着悄悄走到他身后一棒子抡过去。可不料却被光头一个闪身轻松躲过。随后光头一把就将女孩按倒在地，妹妹拿起杀猪刀就想从后面偷袭，但最后还是被光头发现了。趁此情景，姐姐拿起石头就把光头送去西北。看着光头安静地倒在地上，姐妹2人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，因为他们知道土匪们的追杀并没有结束。姐妹俩使出全身力气拼命逃跑，土匪们则在后面穷追不舍。没多久，姐妹俩就被吓得不敢跑了，因为他们的身后是一个万丈悬崖。妹妹意识到已经无路可走，选择了妥协回去继续做匪老大的女儿，而姐姐却宁死不屈，选择了跳下悬崖。本以为姐姐会因此命丧黄泉，但庆幸的是悬崖之下是10米深的河水，姐姐不但没有被摔死，反而还被河水冲到了岸边。想起自己的家人全都被土匪残忍杀害，这一刻她不再选择逃避，而是决定为家人复仇。接着趁着夜深人静，悄悄来到了土匪的老巢。一个土匪听到动静还想上前追赶，却不知女孩已经在森林里设下了天罗地网。就当他准备上前解决女孩时，女孩直接举起埋在地上的陷阱，送她去了西北。解决完一个后，女孩又把另一个土匪吸引到了树林，她一个弓箭就射穿了他的心脏。另一边的匪老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，就在女孩来到领地准备解救妹妹时，匪老大趁机一个弓弩就射了过来。好在姐姐反应迅速，躲过一劫，急忙躲了起来。就当匪老大上前追赶之时，姐姐一个飞扑就把匪老大扑倒在地，匪老大的弓弩也被甩飞出去，2人只好近身肉搏。但女孩哪里是匪老大的对手，匪老大很快就把她击倒在地，接着把她脑袋死死按进了水底。眼看着女孩即将一命呜呼，匪老大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妈妈。看着女孩终于接受了自己，匪老大的心里十分开心。就当匪老大沉浸在幸福中的喜悦中时，女孩突然拿起弓弩站了起来，一箭就射穿了他的心脏。这部电影告诉我们，善恶中有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这是一场生命的倒计时。小新第一次收到小纸条的时候，是在一次下班回家，刚进家门，手不自觉伸进外套的口袋，突然摸到一条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数字30。小新没有太在意，随手将纸条扔进垃圾桶。但隔天一早来到公司，小新又从口袋搜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数字29，似乎是在倒数。这时的小新感到有些诧异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小新都能从口袋掏出纸条，从数字28到数字13，这不禁让小新出现满脑子的疑问。闺蜜建议小新在口袋里事先放好写着助手的纸条，对方察觉到了，或许就会停手了。
按照闺蜜的建议，小幸写下一张纸条放进口袋，提醒对方别再做这样无聊的事情。可这张一点都不管用。等小幸下了公交，依然可以从口袋里搜到小纸条，上面赫然写着数字12。这天下班，小幸如往常一样回家，这一次她依旧从口袋里搜到小纸条，但这一次不是倒计时，上面印着少儿不宜的图案，并写着淫乱的字眼。小幸怒了，在隔天要去上班之前，小幸事先写下变态去死的纸条，放在口袋里作为警告。不出意料，丝毫不管用。小幸再一次从口袋里拿出了写着数字11的纸条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。当天下班回家，小幸一如既往打开信箱，却发现里面没有信件，只有一张小纸条，而上面的内容则令小幸浑身发抖。惊恐万分的小幸赶紧爬楼梯回家，结果刚打开房门，竟看见地板上放着一张纸，上头写着数字1，倒计时即将终止。小幸吓得跌倒在地，忍不住发出大叫，连忙掏出电话向闺蜜求助。第二天，闺蜜陪小幸坐公交回家，打算帮小幸收拾行李，接着一起回闺蜜家住。小幸下意识想打开信箱，闺蜜知道小幸过于害怕，便主动去帮忙开信箱。见闺蜜倒在地上，小幸恐惧万分。随后，闺蜜被送到医院抢救，却为时已晚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找到小幸录口供，小幸转身跟着警察离开。诡异的是，她的脸上却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，那暗示着倒计时的小纸条原本是降临在小幸身上的噩梦，可最坏的结局最终却发生在闺蜜身上，这是所有观众都没有料到的。这就是降临于自身的噩梦与结局的差异，跟大多数
天晚上，独居在出租屋的小美正泡着方便面杯作为晚餐，突然间门铃响起，小美感到有些疑惑，平常这个点应该没人啊，于是前去摄像头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男孩，摄像头拍不着他的脑袋，只能隐约看见他的手上端着一口锅。男孩声称自己是住隔壁的川村，炖菜做得太多了，想要分给小美一起吃。好在小美警戒心够强，没有给对方进门的机会。随后川村端着锅悻悻地离开了。客厅夜里，小美拆开了美味的便当，正准备享用这一大块肉时，门铃声又一次响起。小美前去查看，竟还是端着锅子的川村，又一次炖菜煮得太多了，想要分给小美吃，这简直可疑到极点。昨天煮太多，今天又煮太多，是想搭讪还是跟踪狂？小美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全程盯着摄像头。川村见状，便端着锅子转身离开了。到了第3天，不出意料，川村又端着炖菜出现了。夜分にすいません。隣の川村です。シチュー作りすぎてしまいまして、よかったらどうかなと思って。这次，小美给对方开了门，欣然接受川村的炖菜。看着小美一脸害怕的模样，川村直接摘下帽子，那一表人才的模样，惹得小美春心荡漾。她毫无防备开了房门，接过川村手中的炖菜。回到房间后，小美还忍不住偷笑，稍微热了一下，小美尝了一口。夜晚过去，早晨来临，小美刚走出门口，隔壁的邻居也随即出门，但奇怪的是，对方却是个短发少女。小美以为川村是她的丈夫，于是便出言感谢，谁料少女的一句话令小美汗毛直竖。小美突然感觉不对劲，连忙返回屋里，掀开川村送来的锅子。小美在锅里搅来搅去，夹起一块人的舌头，吓得小美踉踉跄跄跑到厕所里呕吐。她瘫坐在地板上，陷入无限的绝望。当陌生人送来礼物，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防备，接着看对方的颜值高低，选择是否接受。当我们接受对方的礼物，正常都会认为是非常美好的事物，但有时候并不是，甚至是非常恐怖的东西。这就是从理想和现实中的差距中来访的黑暗。这是一个诡异的村庄，村子里不允许有红色的东西出现，哪怕只是一朵小花。
女人只是喜欢穿上黑色丝袜以及蕾丝超短裙，来到医院洗个牙。牙医突然死死勒住了女人的脖子，将她绑在了手术台上。丧彪拿出扩大器，固定住了妻子的嘴巴，随手拿起一个钳子，将妻子的牙齿一颗颗拔了下来。妻子不停地哀嚎着，丧彪却恍若未然，冷漠地将妻子的牙齿全都拔了下来，最后连她的舌头都没有放过。丧彪是个事业有成的牙医，这天开车上班的他发现手指有点脏，立马掉头回家洗手。好死不死，让他刚好看见了这样的一幕。丧彪洗完手后，失魂落魄的来到了办公室，他觉得妻子也变得十分肮脏。晚上，丧彪邀请妻子来他的牙科医院，体验不一样的夜生活。就在妻子满心期待时，丧彪却将自己的装备一一摆在了桌上。隔天，隔壁老王在水池里发现了一条舌头，他看向不远处的丧彪妻子，有些疑惑的询问，却没得到任何回应。他不解地拿开丧彪妻子脸上的帽子，猛地看见了他的惨状，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，残忍地将其割破，然后是一刀接一刀，终于报了背侣之仇。丧彪只觉得浑身舒坦。收拾一番后，他来到医院继续上班。这天下午，他正给一个男孩检查牙齿时，突然出现了幻觉，他看到了满嘴烂牙齿的男孩。丧彪无法忍受，直接将男孩的嘴戳出了血。幸好丧彪安抚住了男孩，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护士的不满。他将丧彪叫出病房，质问他为何这样治疗。丧彪却二话不说，将他直接勒死。可怜的患者还不知道，丧彪已经变态了。紧接着，第二个客人也来了，女人只是想要洗个牙，丧彪却坚持女人有个牙齿坏死，要给她补牙。不顾女人的阻拦，丧彪一针麻醉下去，女人彻底没了知觉。看着昏迷的漂亮女人，丧彪不禁抚摸起了她的牙齿。恍惚间，眼前的女人变成了妻子的模样，他怒不可遏地掐向女人的脖子。就在女人即将咽气之际，丧彪终于清醒了过来。听到动静的女人丈夫也闯了进来，丧彪慌乱地找了个理由，终于糊弄了男人。等待了许久的大牙终于可以进入病房，却被一个政府官员插队。哪知官员一进病房就威胁丧彪，表示他掌握了许多丧彪偷税的事情。听着官员嚣张的话语，丧彪直接给他吸入了大量镇定剂。丧彪拿起电钻，肆意地钻着他的舌头，疼痛让官员发出了惨叫。接着他将戴牙套的大牙请进了病房，哪知刚取下大牙牙套上的铁丝，丧彪又出现了幻觉。他看到大牙嘴里满是腐烂的牙齿，极度洁癖的他，丧彪掏出手枪就要干掉他。电光火石间，大牙灵光一闪，告诉丧彪自己非常爱护自己的牙齿。听着大牙诚恳自白，丧彪被他感动，最终开车离去。另一边的警察也开始调查被枪杀的狗子，却意外发现了丧彪家的血迹。一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老王的尸体和被绑住的丧彪妻子。等警察姗姗来迟时，牙科医院只剩下大牙一个活人。通过调查，警察知道丧彪下午要去给牙科医生教学，教学的丧彪又出现了幻觉，他掏出枪开始胡乱扫射。警察终于赶到，救下了大批医生。最后，精神失常的他被警察关进了精神病院。这是每人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的面试，但考生们刚拿到试卷却愣住了，因为考官发下来的试卷是一张白纸。众人看着手里的白纸一脸蒙圈，可唯独一个女人却似乎知道答案，拿起手里的笔就开始答题。结果她刚写上名字，就被保安拖出去砍断了4指。考生纷纷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因为考官考试前就已经和考生约法3章：第一就是不能和考官说话，第二不能走出考场，第3就是绝对不能答题。而女人之所以被拖走，就是因为答题了。看着女人在监控下的遭遇，考生们纷纷开始猜测试卷的奥秘。大眼妹猜测试卷可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，为了弄清试卷是不是需要沾上水才能显现，她立刻走向了守在门口的保安，从保安裤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。随后她踩着板凳站在烟雾感应器下面，但由于打火机的火苗太小，感应器丝毫感觉不到。就在这时，小帅拿来了一张试卷给他，让他点燃试试。烟雾感应器被成功触发，可就当小黑把试卷淋湿后，却发现试卷上的试题仍然没有显现。就当大家失望至极之时，保安突然走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把大眼妹抓了出去。原来刚才小帅递给他的试卷是大眼妹的试卷，大眼妹是被他陷害了。小黑立刻冲过去一拳将他打晕在地，接着趁着他昏迷将他牢牢绑到了板凳上。眼镜哥见到这一幕，彻底的对考试失去了信心，拿起试卷就一口吞到了肚子里，无奈退出了考场。眼看着考试时间只剩下了10几分钟，被绑住身体的小帅突然颤抖起来，原来是小帅犯病了，必须立刻吃药。眼镜妹拿起药丸就想把药喂给小帅，但却被胡子哥一把甩进了下水道。眼看着小帅即将一命呜呼，眼镜妹于心不忍，立刻打破考场规则呼救。毫无疑问，他换来的则是被淘汰出局。小金立刻摘下发卡夹出来的药丸，随着药丸被喂进小帅的嘴里，小帅没多久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而此时考试的时间也只剩下了10分钟。只见小帅刚站起来就分析考官事前所说的话。考官说考试的题目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说明在场的所有人不论用什么方法，只有一个人能顺利通过。听到这里，小帅和小黑立刻冲向保安拿枪，最后小黑抢先一步，可没想到开枪必须需要指纹解锁。趁此情景，小帅立刻把小黑扑倒在地，拿起地上的笔就开始扎他。最后他举起保安的手，利用指纹给手枪解锁。胡子哥为了活命，立刻选择投降，走出了考场。就当小帅威胁小黑也离开时，小金也趁着混乱选择了离开。但就在他离开时，他却大声呼喊了一声关灯。小帅见漆黑一片，立刻一通乱射。等到灯光再次亮起时，小黑已经不幸中弹，饮恨西北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突然发现门口还有一双脚。就当他缓缓走上前去解决他时，考试时间突然停止。本以为小帅会因此通过这场考试，可最后他却被保安抓走淘汰了。通过这场考试的却是小金，因为现在考试倒计时还剩下20秒。原来之前离开的眼镜男已经调快了时间，而眼镜男也正是这场考试的幕后老板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新员工的职业操守，能不能把重任交给他们。
故事的最后，小金缓缓走进了考场，捡起眼镜男上的白纸就是一顿查看，结果发现眼镜男摔碎的眼镜才是唯一能看清题目的工具，并且上面果然只写着一个问题。他开始回忆考官的话，想起最后考官宣布完规则后提出的疑问。小金立刻意识到这场考试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没问题。这部电影告诉我们，想要获得成功，不仅要有上进的心和一双善于洞察的眼睛，还要养成耐心、细心、良心等良好品质。因为衡量一个人能否可以承担重任，从不是有多大的业务能力，而是会不会做人。女人刚进门，就要少女脱掉衣服去床上等她，她则拿出一块肥皂和一根使用了无数次的橡皮管子，接着倒了一盆滚烫的开水，来到了床前，帮女孩剁掉肚子里的异味，将融化好的肥皂水通过橡皮管注射到了女孩体内。女孩很是痛苦，可一想到被叫荡妇的羞辱，她便有了力气。等肥皂水全都灌进去后，临走前，她嘱咐女孩，等下肚子不舒服就赶紧去厕所，如果看到红色小疙瘩，那么她的麻烦就解决了。却因为不卫生的设备，害得女孩丢了半条命。维拉是一名负责清洁的女佣，丈夫在弟弟的修车行工作，两人都是普通工人，但他们的家庭十分温馨。儿子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裁缝，女儿性格腼腆，所以在工厂测试灯泡的质量，他们的生活被每天都带着笑容的维拉照顾得很好。但他们都不知道，维拉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在空闲时间，她都会在好友贝池的介绍下，帮助意外怀孕的女孩们或者不想再生的妇女堕胎。就在一家人快乐地庆祝着女儿和大壮订婚时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维拉丈夫疑惑地打开门，却看到了一群来者不善的警察。警察告诉维拉丈夫，就在不久前，维拉帮助的那个女孩在维拉的离开后突然腹痛不止，幸好家人及时发现，在医生检查后发现女孩体内有非法流产的痕迹。而女孩之所以会腹痛难耐，就是因为非法流产十分的不卫生，那些工具都是经过多年的使用，没有进行有效的消毒。医生觉得实施非法流产是非常不负责，于是直接报了警。在警察的询问下，他老实的承认了一切。当他知道好友贝池一直利用他收取着高额的堕胎费后，维拉崩溃了。他只是想要无偿帮助那些单纯无辜的女孩们免于世俗的批判。紧接着警察告诉他，那个女孩因为他的帮助差点死去。维拉一瞬间感觉天都塌下来了，不停为自己的行为忏悔。他真的只是想帮助那些女孩，做了大半辈子善事的他，因为这次的失误不断的谴责自己。只有丈夫义无反顾的想要帮助维拉，于是给他费尽心思找了一个律师。在律师的努力下，维拉获得了短期的保释。在圣诞这天晚上，维拉终于回到了家，儿子和弟媳更是不愿理会他。就在这时，被维拉帮助，最终撮合和女儿结婚的大壮说话，他十分理解维拉只是想要帮助那些无奈受孕却无力抚养的女人。因为大壮的这一番话，一家人终于明白了维拉的苦心，他们相拥在一起，温馨的过完了这个圣诞节。不久后，维拉的审判出来了，无论怎样的结果他都认，他想为自己赎罪。最终，维拉被判处了2年0.6个月。这也是相关犯罪中的最低刑期。女人独自在家里洗澡，浴室外却站着个陌生男人，可她因为双目失明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一览无余。哪怕对方恶趣味地将浴巾推过来，她也只是隐隐感觉到哪里不对。不过她此时仍旧没有反应过来，而是习惯性走进厨房，殊不知男友已经被人杀害。她就这样开始准备猫粮，直到地上的血液逐渐蔓延，才终于脚下一滑倒在地上。血液的粘稠让她有些恐惧，她顺着鞋子一路向上，先是摸到男友的脸颊，然后又摸到地上的刀子，才终于意识到危险。萨拉这时害怕极了，她拼了命的想要逃离现场，可没跑出几步就被男人一把抓住。她吓得赶忙奋力挣脱，惊恐的询问是谁在那里，但对方却一言不发，故意弄出各种各样的噪音，戏弄着双目失明的萨拉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她被吓得赶紧跑到卧室锁上房门，然后利用语音功能对电脑下达命令。就在这时，男人已经闯入，他先是将萨拉制住，然后拿着小刀逼近她的脖子，吓得萨拉呼吸骤停。这种紧张的情绪让他忍不住想起过去，原来他曾是一名战地记者，可因为一场意外被炸得双目失明。当他从回忆中醒来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到床上，而男人还想要对他动手动脚。起初他还能勉强忍受，但却架不住对方得寸进尺。萨拉不得不忍气吞声，请求对方把自己解开。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男人打算给他一点甜头，然后逼问他藏匿地点在哪。原来男友与他们合伙偷东西，却最终背叛了他们。萨拉听完表示一概不知，可对方似乎并不相信，还将刀子对准了他的耳朵。就在萨拉快要承受不住时，一个电话救了他的性命。趁着男人向老大汇报情况，身体冰冷的他赶忙穿上衣服，然后将掉落的相机藏到身后。幸运的是，男人似乎在老大那里受了气，趁着他一时不注意，萨拉一下将其打倒，赶忙跑出了房门。他慌不择路地跑进楼梯间，扶着把手一路向下，最终来到了管道层。这里的地形狭窄，对他很是不利，连续的碰撞让他忍不住想起过去。他只好大声呼唤着安保的名字，希望对方能够赶紧报警。可因为过于担心萨拉安危，他忍不住拿起一根管子，就想要充当救人英雄。不幸的是，两人的呼喊暴露了位置，安保最终被闻声赶来的男人抹了脖子。萨拉吓得赶紧跑向另一边，却正好逃出了大楼。于是他赶忙在街上请求帮助。一名自称为检察官的光头及时出现，不仅贴心地为他披上外套，还一路将其送回了大楼。当听到电梯的声音时，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。盲人女孩本以为自己得救了，却不料光头竟是劫匪的老大。当被带回房间时，他明白下次逃跑的机会微乎其微。不过庆幸的是，光头对小弟很是不满，也许他可以从中挑拨离间。可他还没找到机会开口，光头就开始不耐烦起来。于是他决定让小弟吓唬吓萨拉。但当他被扔到墙边时，光头忽然注意到墙上的照片，于是
他叫小弟取下相框，用刀子划开了相框的背面，果不其然，里面藏着20-30万的美金。一旁的小弟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他想不到收获居然这么容易。随后两人就这样离开房间，不知为何特意留下萨拉一命，而萨拉也赶忙锁上房门，全然没注意到藏起来的光头。接着他回到浴室拿起钻石项链，再返回厨房陪在男友尸体旁边。就这样，他从黄昏待到了深夜，等到终于决定冲出房门时，两人却再次出现。随后光头拽下他脖子上的项链，质问他其他钻石在哪里。听萨拉说自己不知道，光头便看向了猫咪，他威胁萨拉如果不说实话，就把猫咪扔到楼下。听着猫咪的尖叫，萨拉恳求光头不要这么做，但可惜的是，光头竟真的扔了下去。他想要找光头拼命，可反而被对方制住。就在这时，小弟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和光头争吵起来，直到脖子上架了把刀，他才最终服软。随后光头再次找到萨拉，威胁他不交出钻石就将他扔下去。萨拉别无办法，只好说男友有个保险柜。就这样，小弟和光头轮番开锁，萨拉也终于有了离间的机会，并且向他承诺只要帮了自己，就告诉他钻石的位置。小弟因此有些心动。就在这时，保险柜终于打开，可出人意料的是，里面只有一张扑克牌。光头因此很是愤怒，他知道必须给萨拉点惩罚才行。盲人女孩被牢牢绑住，又被毛巾捂住口鼻。接着光头毫不留情地倒上水，对萨拉用起了水刑，哪怕他拼命地挣扎，可却始终毫无作用。随后只是给了他一丝喘息的机会，光头就再次戏弄起来。恰在这时，门外响起姐姐的声音，原来今天是圣诞节，他们早已约定好一起度过。但是现在这样一副局面，萨拉只好恳求光头放过姐姐，也许是害怕引起警方注意，光头最终同意下来。不过他还是威胁萨拉，如果敢有多余举动，就将其通通杀掉。等萨拉打开门，他只好说正和男友吵架，不想过这个节日了。可是此时已经快到午夜，姐姐并不想就此离去，还想和她的男友理论一番。就在这时，姐姐的羊水突然破了，她不得不被丈夫扶着赶去医院。虽然很是担忧姐姐的情况，但萨拉还是松了一口气。接着光头将她拉到客厅，又让小弟给自己倒杯酒。他再次质问起钻石位置，当听到萨拉说出阳台时，更是将其一把拉走，似乎打算把钻石独吞。却不知就在被萨拉戏耍时，小弟在倒酒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冰块里藏着的钻石，于是他赶紧将冰块融化，假装自己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可惜的是，光头恰巧看到他的举动，因此小弟悄悄拿出刀子，打算趁机接近先发制人。但光头显然有所防备，他还没用出刀子，就被光头一枪命中。接着光头翻出钻石，眼里抑制不住的贪婪。可就在这时，萨拉突然发动攻击，导致光头的枪掉到了地上。不过他毕竟力量有限，哪怕在打斗中砸碎了灯，他也终究没有逃出房间。就在他被按到墙上时，小弟竟然又醒了过来，于是两人厮打在一起。趁着这个时候，萨拉便找到之前掉落的手枪和钻石。不久后，光头解决掉小弟，再次来到阳台。可萨拉的听力非常敏锐，光头只是稍稍一动就会引来一颗子弹。但就在萨拉占据上风时，远处竟燃起了烟花，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听力。不过没过多久，他就想出了新的办法。只见他将钻石一颗接一颗扔到楼下，逼迫光头不得不采取行动。最终光头没有抵住诱惑，成功被他击杀。就这样，萨拉获得了胜利。随后他将钻石放进容器，再将其放入冰箱进行冷冻。对于一个盲人来说，萨拉有着太多的不利之处，但恰恰是之前战场的经历，让他学到哪怕有多大的劣势，也要鼓起勇气直面眼前的恐惧。身材火辣的他们。缇娜出院后，精神一直处于恍惚状态。人渣的律师是个搬弄是非的人，他抓住了缇娜精神恍惚这一点大做文章，声称她本就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诽谤缇娜原本就是个妓女，这件事完全是他主动现身，结果因为价钱没谈拢产生了争执。男人们完全是正当防卫啊，而女孩的证词根本就不能相信。这么可怜的女孩有个如此不负责任的母亲，说不定她根本就没有看到全过程，而是缇娜教唆女孩说的谎。
这样看来，他的被告根本就没罪。一番精彩的分析，听得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拍手叫好。缇娜听着律师的一派胡言，心理防线逐渐崩塌。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，如今还要背上荡妇的骂名。她沉思过后，像是突然受到了惊吓，冲到法官的面前大喊着不公平。可是法官却让她肃静，还让庭警将她带走。目睹这一切的凯奇警官心中充满了愤怒，他好不容易抓来的罪犯却被无罪释放，他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，于是心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可此时的缇娜已经彻底绝望，她想要用药物结束自己悲惨的人生，却突然想起了家中的女儿。为了不吓到女儿，她偷偷地溜出了家门，决定在瀑布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就没人会发现她的尸体，只会以为她是失踪。就在她跟世界做完最后告别，决定跳下瀑布时，一只手将她拉了回来，是凯奇警官救下了她。他劝缇娜要替女儿着想，不能让她再失去母亲。他将缇娜送回了家，嘱咐女孩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及时联系他。凯奇警官刚离开没多久，女孩就给他打来了电话，人渣找到了缇娜的家，杀掉猫咪挂在她的门上。女孩害怕极了，只能向凯奇警官求助。凯奇得知后，心里非常的愤怒，决定为母女俩惩治这群人渣。人渣一见到警察，他就嚣张地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。警察见状，立即掏出了手。是他用手拿住枪，紧接着就一枪解决了他。这群人渣就这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。缇娜母女俩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，他们决定去一个新的城市重新生活。离开前，他们提议去感谢了凯奇警官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不是还有这么正义的人存在，也许他们早就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。女人洗完澡打开浴室门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就站在对面，可他却像看不见似的，伸手去够扶把上的浴巾，裹好后就走出了浴室。看这情形，男人也明白了，这个女人是个瞎子，但不能排除她是装的，于是跟在女人身后偷偷观察。萨拉抱着猫咪悠闲地走到厨房，经过躺在血泊之中的丈夫，她一无所知，还是像往常一样打开冰箱门，拿出速冻水饺，又来到储物柜旁边。丈夫的血迹很快扩散开来，差一点就流到萨拉的脚旁。放下东西后，再次返回储物柜，这次她恰好踩进血流里，一下就滑跪在地。怎么会有水？她十分疑惑地用手摸着，这粘稠的感觉让她越发害怕。接着她就摸到一条人腿，再顺着往上摸到一个完整的身体，躺着的是个人。她开始紧张，在触摸到男人的脸庞后，她叫出声来，这是她最熟悉的一张脸庞。她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摸索，发现了丈夫胯下的刀子，这说明丈夫的死不是意外。来不及哭泣，她急忙起身冲出厨房，却迎面撞上一个陌生人。她害怕地叫出声来，逃向客厅，不知所措地颤抖着。萨拉惊恐的模样逗笑了阿大，他不停地将展柜上的杯子丢向萨拉，用弄出的声响吓唬萨拉。对方越惊慌失措，阿大就越兴奋。随后他又狠狠地把书砸在地上，吓得萨拉一股脑冲向卧室，快速关上门将阿大锁在外面，又熟练地关上另一扇门，在床单上摸索出一台电脑，启动语音唤醒模式，不顾阿大的叫唤，冷静地打开邮箱准备报警。由于刀子架在萨拉脖子上，他只得停下了动作。随后被绑在床上的栏杆听到后面有声响，他知道是男人来了，并且还坐在他的床边，拿着布轻轻擦拭他腿上的血迹，还慢慢摸向他的大腿。萨拉立刻激动起来，却被阿大一把揪住头发，他只好冷静下来向他道歉，用温柔的口吻求他解开绳子。阿大虽然解开了绳子，却并不相信萨拉，他拿着刀威胁萨拉说出钱的位置，还说萨拉的丈夫偷了他的钱。萨拉毫不知情，好在男人接了个电话，暂时放过了他。他急忙逃进一旁的更衣室，穿上衣服，换上运动鞋，捡起地上的相机，偷偷藏在身后。阿大接完电话后气急败坏，原来他也是替人办事，要找出萨拉丈夫藏起来的钱，如果找不到他也会完蛋。萨拉假意配合，等男人一靠近，拿起相机就朝他挥去。随后摸索着逃离，他冲进楼梯间，快速往下爬着。
此时他应该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住在顶层，好在提前穿上了运动鞋，走得还算顺利。与此同时，被他击倒的阿大也追了上来。更倒霉的是，因为太着急，他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。他不敢停留，撑着身体继续往下跑。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2个楼层，好在他终于跑到1楼的仓库，在一个角落里悄悄蹲下。此时他已经精疲力尽，就在他想放弃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仓库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，那是公寓保安的声音。他急忙大声呼救，事已至此，只能主动暴露位置了。他呼喊着让保安报警，但对方拿了把铁锹就要来救他，可惜走到一半就被阿大偷袭，没几下就被打死了。听到小黑没了声响，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他只好忍着害怕冲上台阶，终于来到公寓的室外。萨拉一边大声喊着救命，一边往外冲。幸好他十分熟悉路线，没几下就来到了大马路上，向街上的行人求救。看见萨拉正在和路人说话，阿大只好先放弃追他。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，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男人出现，他让2个路人先走，自己留下来帮助萨拉，还取下衣服披在萨拉身上，这让萨拉平静下来，还把事情经过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。随后男人拿出手机呼叫同事支援，萨拉听后彻底放下戒心，还不停地表达着感谢。他们来到公寓1楼，等待警方的到来，但男人却突然按下电梯。萨拉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连忙问是不是警方到了，可没想到进来的人却是阿大。原来男人和阿大是一伙的，他们将萨拉绑进电梯，迅速回到顶楼的家里。刚一进门，阿大和秃头就发生了争吵，秃头指责他把事情都搞砸了，唯一知道钱藏在哪的人死了，剩下一个无辜的女人。阿大听完后也不敢反驳，只能默默离开去处理伤口。其实秃头都是说给萨拉听的，他告诉萨拉，现在唯一对他真诚的人就剩自己了，还假惺惺的用布盖住萨拉丈夫的尸体。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他要知道钻石的下落。但萨拉始终不肯开口，秃头耐心耗尽，就把萨拉交给了阿大。阿大一下就把萨拉从沙发拽到地下，摔了好几次之后，还想拿话砸他。就在这时，秃头好像发现了什么，一副普普通通的画，在奢华的家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奇怪的地方往往暗藏玄机。他让阿大抬下画放在地上，然后用刀子划开画的背面，里面居然全都是钱。阿大立刻找来袋子，装走大把的钞票。他本来要解决掉萨拉，却被秃头阻止了。两人拿了钱后便转身离去，临走时还砸掉了他的手机。听到一声门响后，萨拉迅速起身将门锁上，她以为安全了，于是来到浴室拿回丈夫送她的项链，蹲在心爱的人的尸体旁哭泣，力气已经耗尽，她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她扶着柱子站了起来，似乎意识到什么。小情侣趴在窗边看邻居为爱鼓掌，琵琶看着这现场直播有些异动，她也想鼓一下掌，但男友有心无力，1分钟不到就只能老实睡觉。男友都已经睡成了死猪，对面的互动还没有结束，琵琶又想起对面男邻居的8块腹肌，顿时对男友那是万般嫌弃，还对男邻居产生了一些想法。现在的她还不知道这个念头将招来多大的麻烦。几天前，琵琶和男友刚搬进这间豪华公寓，而且还是以极低的价格租下的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落地窗前不允许挂窗帘。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琵琶还是签了合同。搬进去的第1晚，他们就被对面楼的闪光灯晃了眼睛。原来不只是他们，对面大部分住户也没安窗帘，邻居们都是一男一女，而且好像都已经习惯了。尤其是琵琶家正对着的一对夫妻，大晚上的站在窗边就开始为爱鼓掌，那是真不把邻居当外人。琵琶和男友也不客气，就处在那光明正大的看。第2天，琵琶把这事儿告诉闺蜜，闺蜜却说她少见多怪，有的人就是有些特殊癖好，那对夫妻很有可能是有暴露癖，还开玩笑的说让琵琶买个望远镜来看。琵琶立刻义正言辞的表示我又不是变态，但是很快他就变态了。当天晚上，琵琶无意间看到对面的男邻居赤裸上身，站在窗边跟妻子道别，但没过多久就有别的女人上了楼，然后就是你们不想看的画面了。而且在女邻居出门的一段时间里，男人轮流与好几个女人私会，好家伙，这瓜可大了。琵琶为了吃到一手大瓜，真的去买了一个望远镜，有事没事就往对面看。男友发现她的行为后，不但没有制止，还当即表示让我康康。两人都很享受偷窥他人的乐趣，尤其是琵琶，而且她不再满足看帅哥美女互动，还想听他们在说什么。正好男友有一门张三手艺，那就是制作远程窃听器。琵琶便想让男友给邻居家安一个，男友表示自己倒是愿意，但装窃听器需要去人家家里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可是就那么凑巧，邻居家要举办化妆舞会，反正戴着面具也认不出人。琵琶和男友决定乔装一番溜进去，两个人的计划出乎意料的顺利，成功在邻居家的隐蔽处装上了窃听器。情侣俩一回到家，就迫不及待地偷听对面的动静，但这次对面没有在鼓掌，而是在吵架。原来纸包不住火，女邻居怀疑起了丈夫与别人有染，崩溃地质问他是不是真的。男邻居当然是打死不认，甚至还倒打一耙，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就离婚好了。女邻居一听就怂了，竟然乖乖道歉求和。琵琶听了愤愤不平，但男友却表示闲事莫管，而且他们窃听可是违法行为，捅出去的话两个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件事一直萦绕在琵琶心头，上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。但女邻居竟然来了他们公司，琵琶心虚不已。好在女邻居只是来配眼镜的，而且两人竟然相谈甚欢，很快就成了朋友。要不要为了朋友的幸福
暴露自己是个偷窥的变态呢？男友劝她守口如瓶，偷看别人就够缺德了，掺和人家的家务事不是闲的吗？谁料这一下适得其反，让琵琶觉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决定要给渣男一点教训。琵琶利用传真机把真相告诉了女邻居，对方却只觉得是恶作剧。男友让琵琶适可而止，她却决定加大力度，指引邻居找到丈夫和别人用过的小雨伞。这下她不得不信了，失声痛哭起来。男友受不了了，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，你搞得人家离婚你满意了，但琵琶却觉得自己做的没问题。他们大吵一架，男友还把望远镜摔坏了，两人不欢而散。琵琶独自在客厅待了一晚上。第二一早，男友主动来求和，琵琶也见好就收，两人重归于好。琵琶还向男友保证自己再也不干偷窥的缺德事了。但就在两人紧紧相拥的时候，琵琶看见女邻居浑身是血，原来她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，选择了一死了之。这下闹出人命了，琵琶傻了，男友怒了，立刻忘记自己也算个共犯，表示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然后便怒气冲冲地收拾东西走人。你小子溜得够快啊！琵琶象征性的悲伤了几天，很快就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现在男邻居丧偶，他又分了手，他们不就能凑一对了吗？他心甘情愿当他鱼塘里的小鱼苗。琵琶再次拿起望远镜偷窥，就看见男邻居每日借酒浇愁，他顿时满心的疼爱。看到对方去楼下酒吧买醉，也忍不住跟了过去，然后找了个地方坐在近距离偷窥，但是很快就被发现了。男人倒没生气，反而二话不说坐在琵琶面前，提出自己想为他拍一些照片。琵琶当然知道不可能是单纯的拍照，但这正中他的下怀，马上就跟着男人回了家。琵琶的照片越拍越多，衣服却越拍越少，接下来的画面大家都不想看，我们就跳过好了。琵琶的心已经飞走了，但男友的心却正打算飞回来，他想要和琵琶复合。回到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抬头一看，对面又是熟悉的画面，就是参与的人员有点不对劲。他又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，终于看清了那张熟悉的脸。第二天早上，琵琶在邻居家醒来，然后便独自回家，却发现房门只是虚掩着。他推开房门，便看见了恐怖的一幕，男友竟然上吊自杀了。就算再傻，琵琶也意识到男友是看到了昨晚的画面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，害死了一个还不够，现在来了个双喜临门。更重要的是，男邻居人间蒸发了，琵琶就此消沉了下来。愧疚和无措让她宛如行尸走肉。一段时间后，她的心情终于有所缓解，闺蜜还安慰她，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，并不是琵琶的问题，而且当时是男友要和她分手，那她和男邻居发生点什么也不算背叛，要怪只能怪前男友心理承受能力太弱。琵琶立刻顺杆往下爬，表示你说的对。就在这时，她看见了邻居的摄影展广告，虽然对方并没有邀请她，但琵琶决定出席，给邻居一个惊喜。要是能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就更好了。琵琶精心梳妆一番参加，却发现展品是自己的裸照，而且主持人还是男人已故的前妻。 This new exhibition tells a modern fable. It's a tragic tale of a sweet young woman named Pippa. 原来琵琶和男友住的公寓就是邻居所有，他们故意把房子出租，要求不挂窗帘。琵琶偷窥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在偷拍琵琶的一举一动。他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两人故意让他看见的，那些互动画面、情感纠葛也都是引诱琵琶上钩。他们亲眼看着琵琶一步步深陷其中，最后还害得男友自杀而死。而且在当初的租房合同上，琵琶和男友的相关权利就被卖给了房东，因此摄影师夫妇展出他们的隐私是合法的。但琵琶当时根本没有仔细看，琵琶崩溃地逃离摄影展，然后冲到摄影师的房子，拿到备用钥匙开了门。一番搜索后，真的发现了一个秘密房间，里面果然全都是偷拍他的设备。琵琶不得不面对现实，小丑竟是他自己，可是他又能做什么呢？琵琶决定搬走。在收拾鸟笼的时候，他意外看见几只小鸟的尸体。琵琶知道男友一直都会用蔬菜榨汁喂鸟，难道是蔬菜有什么问题吗？琵琶进一步想到，那男友的死真的是只是自杀吗？此时的摄影师夫妇正在安然吃饭，女人还得意地向琵琶挥手。摄影师夫妇因为偷窥者这个作品名声大噪，被各大报刊争相采访。这天他们结束采访回到家，就看见门口放着一瓶名贵红酒，上面署名是美术馆。他们没有多想，只觉得是个普通的礼物，一进屋就一起举杯庆祝事业成功。就在这时，传真机吐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我知道琵琶男友不是自杀，而是你们杀了他。两人立刻拿起望远镜看向对面，果然看见了刚发完传真的琵琶。琵琶撒腿就跑，两人拔腿就追，一路追进了琵琶工作的眼科医院，终于还是追上了他。琵琶也说出了自己的猜想，他怀疑是摄影师夫妇在蔬菜汁里下药，将男友迷晕后，又将他吊起来，伪装成自杀的假象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的作品更有冲击力。两人矢口否认，说有本事你拿出证据啊！但很快他们就没办法嚣张了，只觉得头晕目眩，随后双双昏倒在地。原来那瓶红酒是琵琶送的，里面还加了安眠药。Take one final look, 'cause it's the last thing you're ever gonna see. 然后他将两人放上手术台，撑开他们的眼睛，用激光对准他们的眼球。琵琶流着泪摁下了机器的启动按钮。一段时间后，琵琶租住过的房子搬来了新的租客，但摄影师夫妇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偷窥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双双失明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